嘿，大家好，我是尼可拉斯杨，今天又到了我们的神秘新闻时间。最近又有特别大的新闻，美国知觉科学研究所首席科学家 Dean Rennie 博士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观点：人类的直觉可能是来自未来的你给你的提示，这个叫做 precognition 预知，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第六感。Dean 博士就认为，我们现在对时间的理解可能是错误的，这个时间不是线性的从过去到未来，而人类的意识很可能是可以突破时间，从未来传过来信息。很多朋友可能都经历过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叫做 déjà vu 突然来到一个地方，我怎么来过这个地方？或者是我好像认识你，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见过，就是这种感觉。这个就是迪恩博士描述的预知，这个可能是量子物理，就是未来的你和现在的你产生了量子纠缠。接着我们讲这个预知很多宗教、先知、圣人们身上都会出现。以前这些都叫做预言，比如以赛亚书里面就预言未来有个童女要生子，起名叫做以马内利。结果700-800年后，耶稣就诞生了，他的名字就叫以马内利 Emmanuel。 还有释迦牟尼，他在涅盘经里就提到，汝等当知，如来不久，却后3月，当颁涅盘。你们应该知道，不久之后3个月我就要涅盘了。之后释迦牟尼就这么圆寂了，都是提前感应的。这些都是古代的故事，现在也有很多关于预感的报告。我查了一下，非常震惊。第一个就是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其实亚伯拉罕林肯在自己遇刺的10几天前就已经梦见自己遇刺的这个事情。这个故事是记录在他的前法律合伙人、私人保镖 Walt Hill Lemon 在1985年出版的林肯回忆录中。当时亚伯拉罕林肯在讲述他梦境的时候，沃德是在场的3个人之一，另外一个人就是亚伯拉罕林肯的夫人玛丽林肯。当时的实情是这样的，一开始这3个人就聚在一起，林肯就说，我要给你们讲一个奇怪的事情。如果我们相信圣经，那就必须接受一个事实，在古代，上帝和他的天使会在人的梦境中显现，并通过梦境传达信息。接着林肯就说他自己其实不相信梦境，但是10几天前我做了一个梦，一直困扰着我。他的妻子玛丽一听就问，亲爱的，你这是怎么了？要不给我们讲讲你的苦恼？于是林肯就继续说，大约在10几天前，我熬夜在等待前线的重要电文，直到很晚才就寝。在入睡后，我突然感到四周死一般的寂静，接着我听到低沉的哭泣声，然后我就起床下楼去寻找悲痛的声音来源，但是我一看，没有看到这里有任何活人。直到我走到另外一个大厅，这时我发现了一个令人作呕的惊愕，一具被覆盖的尸体安放在灵柩台上，士兵们都守候在他旁边，哀悼者环绕着尸体在痛哭。我就问其中的一个士兵，白宫里死的是谁？对方回答，这是总统，他被刺客暗杀了。我听了之后十分震惊，坚持对这个士兵说，灵柩上的尸体不是我。随后我就听到人群中爆发出巨大的悲伤声，我突然惊醒，那晚就再也没有睡着。从那以后，我就一直被这个奇怪的梦困扰着。这个不是什么美国都市传说，这个可能是真事。1865年4月14日的晚上，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就在华盛顿福特剧院和他的妻子玛丽观看戏剧的时候，被一位叫做约翰布斯的人开枪射杀。最后林肯第2天早晨就去世。当时的这个林肯的保镖就是本书的作者沃德，他是不在现场的。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诡异的故事，他在3天前就被林肯派去弗吉尼亚州去执行一个占领任务，占领一个地方叫做李士满。当时沃顿一听，就向林肯立刻提出了强烈抗议，我不去。但是林肯坚持要他去执行这个重要的任务毕竟你是我最信任的人你是我的贴身保镖。最后这个沃德就不得已听从军令就去了。但是他在离开前自己写道，他嘱咐过林肯，在我回来前一定要待在白宫里，你哪里都不要去。但是呢，林肯就没有听他的话，悲剧就这么发生了。
沃德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林肯的左膀右臂啊，美国的关公，忠义之人。他曾经为了保护林肯，自己拿毯子把自己包起来，整天整宿的拿着手枪和战壕里的刺刀，就待在林肯的房间门前，就躺在地上睡觉，一步都不肯离开。但是林肯这个人他是一个宿命论者啊，该死该活自有天意。所以这个亚伯拉罕林肯就觉得这个沃德对他的保护简直接近于疯狂啊。所以我猜测林肯就是想把这个沃德给他支走，然后自己享受一点自由的时光。于是他自己就去享受戏剧了，结果呢就遇刺了。这些都是比较久远的故事啊。我再给大家讲一个发生在1966年的事情，这个就是震惊英国的阿波凡矿灾事件。现实中的死神来了，当时就死了好多人。在灾难之后呢，就有一个42岁的精神科医生叫做 John Baker， 他去当地给人统计，结果他发现一共有76个人提前就产生了灾难的预感。威尔士有个小村庄叫做阿波凡，在阿波凡的上方有个山坡，在山坡上呢就垒着一个巨大的煤矿，煤矿中挖出来的煤矸石就堆在这个山坡上，形成了一个非常高大的黑色的土丘。当地村民看到这个黑色的煤山就非常担心，觉得它哪天会要倒下来。而在这个煤矸石山坡下方不远处呢，就有一个学校，很多小学生都在里面上学。其中一个小孩就叫做 Earl May， 艾尔麦。艾尔麦的妈妈就回忆说，在10月20日灾难发生的前一天早晨，这个艾尔呢就对他的妈妈说，妈妈，我不怕死。他妈妈这一听吓了一跳，就说孩子，你还太年轻，我们不能讨论死亡。这个艾尔就说妈妈，我昨天做了一个梦，我梦见了我去上学，但是那里没有学校，上面都是黑色的东西。他的妈妈也没有在意就说，亲爱的，我们没有时间了，要赶紧走了，你要棒棒糖吗？这艾尔就说我不要，但是我会和 Peter 和 June 在一起。这个 Peter 和 June 就是他的2个同学。在1966年的10月份，当地连续下了好几天的雨，于是就在10月21日上午9点14分，突然一声巨响，大约10万吨的煤炭渣料突然从山坡上滑下，冲下山坡的村庄。滚动的黑色泥石流一下子就吞没了山坡下的村庄和16所房屋，其中艾尔麦就是遇难者之一。更让人伤心的是，在他被埋葬的一个集体坟墓里，两边就是他预言中提到的 Peter 和 June。 在这场灾难发生之后当地就有很多关于预言的事情就传了出来。于是在英国42岁的精神科医生 John Baker 就赶到现场，然后他还带了一个记者，是来自伦敦标准晚报的记者，叫做 Peter Fairley， 说请求任何在灾难前发生过相关预感或者是梦境的人与他们联系。结果呢，就有76个人给他们写信，里面就讲了阿波凡村民的一些预感的梦境。其中呢，就有一个8岁的男孩叫做 Paul Davis， 他在灾难前的一天画了一幅画，画面上就是一群人在山坡上挖掘，上面还写着2个字 The End， 结束。所以这种预感的新闻太多了，大家去搜一下都能查到好多。还有梦见自己梦到好多数字，然后去买彩票，结果就真的中奖了。所以呢，这个意识的世界我们是想象不到的。有些事情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多思考，提升自己的意识，提升自己的心灵能力，和未来自己也产生共鸣。说不定哪一天未来的自己在某个关键的时刻会用量子物理跟我们联系，告诉我们什么股票代码或者是彩票号码，或者干脆就是给我们一个救一命的警示。更多的神秘知识大家可以加入我的会员，团长每个月会上4支会员影片，在里面专享帖子里还会分享几百 G 的神秘资料和古代书籍，和大家一起研究神秘知识。好了，今天的神秘新闻就到此为止了，别忘加入我的会员，我们下期再见。